中国的风水学源远流长。自从河图洛书问世，数千年来，历代地理大师不断涌现，其典籍著作浩如烟海，汗牛充栋。中国风水术起源古老，古时被称之为帝王之术，唐朝以前一直被禁锢于皇室深宫，鲜为民间所知。唐熙宗朝国师，官至金紫光禄大夫，掌管灵台地理事的杨云松，来到赣南的兴国三寮村定居，带徒传授，堪舆学才开始逐渐流传民间。中国长期处在封建制度统治之下，风水术的传授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封建式的教育制度的束缚。风水术一直都是师传徒授，作为风水术的主要理论和操作技术载体的经文，都是用隐语的形式写成的，必须有师傅传谕口诀，才能真正的理解。不同门派之间鸡犬之声相闻，老死不相往来，互相保密，守口如瓶。这种保守封闭式的传授方式，虽然对保持堪舆队伍的纯洁有好处，但是总体来说弊大于利。后来的三合流派正出多门，就是由此而产生的直接后果。宋清时期，社会和平稳定时间相应较长，平安思富贵，社会对风水书籍和风水师的需求急剧增长。那个时候，杨公的经文已经由其徒役父子成书，在社会上广为流传。于是，许多落难秀才、道士、和尚以及其他术士纷纷加入到堪舆队伍中来。这些风水先生因为没有师承，无法理解杨公的经典，只能用自己的思路去做解释，著书立说，印书卖钱。这些书都打着杨公风水术的旗号，一经印刷发行，其影响可想而知。后来自学堪舆的文人又不断加进自己的理解，并带徒传授，于是门派也就越来越多。中国风水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，形成了诸多的流派，各个流派的理论、术语、操作技术等方面都有不同的特点，看待和剖析风水的角度各不相同。在中国武术中，以风水术的派别最为繁多。在发展过程中，风水学逐渐形成了两大宗派，即形式派和理气派。形式派注重峦头方位组合上的信息，理气派坚持时运生克方面的原理，两者互为表里，各有所长。一提起形式派，人们就会想到以形式论吉凶的风水祖师管路和郭璞。形式派偏重地理形势，主要是以龙、穴、沙、水、象来论吉凶。形式派虽然分峦头派、形象派、刑法派这三个小门派，但实际上
这3个小门派是互相关联的，并没有完全分离。看形象的离不开山体及峦头，看山体的也脱离不了形象和刑法。在中国很多山势高重的地方，由于其山势影响大，很多风水师都重视山势形象与峦头。由于理气派将阴阳五行、八卦、河图、洛书、星象、神煞、纳音、奇门、六人等几乎所有武术的理论观点都纳入其理论原理，形成了十分复杂的风水学说。正因为理气派过于繁杂，才分出许多小的门派。有关风水派别，严格的说起来，就是形势派和理气派。他们的理论也是彼此渗透、互相融通的，这正是万法归宗之意。但是在实际上，无论是峦头形势派也好，理气派也好，都认为峦头形势是风水之体，理气则是风水之用。所谓的形势派并非不理气，风水理气的专著《天域经》就是形势派的祖师杨云松所著。被称为理气派的悬空祖师蒋大弘也极力主张形势为重中之重，理气还在其次。形势派和理气派的划分并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，这种划分方法是不可取的，也是不科学的，应该坚决摒弃。风水术的理论根据是《周易》，《周易》在武术上的应用分支虽然很复杂，但在大范畴上无外乎是八卦阴阳五行体系和天干地支阴阳五行体系2个大的分支。从形势和理气来划分是不对的，划分风水术的流派应从理气所采用的理论根据来划分，这样才符合风水术不同流派的实际差异。